被好兄弟做局啦，只是因为当着他的面说了一句喜欢短发，结果第二天班上最可爱的女孩子就剪成了短发。这天好兄弟因为无聊和我谈论起了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子，我喜欢的吗？也许是短发那种吧。此时在一旁安静看着书的鸡奶同学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结果到了第二天，同学们都开始议论起来。哎，这个是鸡奶同学吧？鸡奶同学的头发好像变短了。大家都说鸡奶同学是短发圣体，即使把头发剪短之后也还是非常的可爱。这时我打着哈欠进了教室。哎，鸡奶同学，你把头发剪短了。回过头看了我一眼的鸡奶同学并没有说什么。那个怎么说呢？感觉非常适合鸡奶同学呢。这时的鸡奶同学低下了头说了一句谢谢你。虽然鸡奶同学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表情，但是他在我走了之后低下头说了一句太好了。此时的我突然反应过来有点不对劲，他刚才说谢谢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享受的吃着美味的饭菜的女孩子，我觉得这样很好呢。听了我这样发言的好兄弟立刻表示了赞同，会呆萌的说太好吃了，那样看起来很幸福呢。哦，这个我懂。而鸡奶同学也在一旁偷偷听着我们的谈话。到了午休的时候，鸡奶同学拿出了自己的便当，说了一句我开动了，然后在吃了一口之后他说好吃。在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他偷偷瞥了我一眼，之后他每吃一下都会说一句真好吃。此时的我也注意到了鸡奶同学的表情，鸡奶同学一脸幸福的吃着玉子烧，这个玉子烧好吃捏。之后我突然向鸡奶同学搭话了，他被吓了一跳，我指了指自己的脸颊，嘴角边有一粒米饭哦。这时我突然笑出了声，这样显得你很贪吃呢。而鸡奶同学则是害羞的捂住了自己的脸。这天好兄弟依旧来找到了我，话说什么样的女孩子能让你心动啊？哎，你又来啊？结果好兄弟依旧打算追问到底，让人心动的嘛，虽然这有点能够绽放自己可爱笑容的女孩子吧。结果到了课间的时候，同学们都开始议论起来。哎，鸡奶同学是在笑吗？感觉好不常见啊。他笑的有点……结果鸡奶同学就是这样一脸窘迫的露出了诡异的笑容。在之后，不论是在走廊上还是上课回答问题时，他都是这样笑着。经过了很长的时间，鸡奶同学终于燃尽了。哎，话说鸡奶同学，你今天好像有点开心吧？是有什么事情吗？没有呢。那好吧。这时好兄弟突然催促我赶快回去。那鸡奶同学明天见啦。被吓了一跳的鸡奶同学露出了很自然的笑容对我说道好的，明天见。而我已经对鸡奶同学的笑容心动了。此时的鸡奶同学还想着他对我说了明天见哎。今天发现了鸡奶同学可爱笑容的一面呢。之后到了体育课上，我们全班都在踢足球，而我看着鸡奶同学正发着呆。这时好兄弟向我突然搭话，说我一直在盯着鸡奶同学看，还说我们两个非常的亲密。结果一个不注意，鸡奶同学就摔倒在地。我连忙上去询问鸡奶同学你没事吧？我没事的。之后我打算把他送进医务室，结果看他走路都要扶墙，失礼了鸡奶同学。我就这样把他搀扶了起来，在到医务室之前要好好靠着我哦。结果鸡奶同学就这样心跳加速了，那就麻烦你了。班上的二公同学一脸挑衅的来到了鸡奶同学面前，对他说道喂，我说你有在听我说话吗？然而鸡奶同学只是默默的看着书，而我在一旁看着他们的样子，还以为他们在吵架，要不要去劝一下？感觉好尴尬啊。这时的二公同学对鸡奶同学说你真是太光彩夺目了，有点刺眼了，你是在挑战我的极限吗？结果二公同学一副要责怪他的样子，于是我出面阻止了他。结果二公同学却说你怎么可以那么可爱，搞得人家一直都想看着你。他就这样说了一堆鸡奶同学很可爱的话，之后大喊着说要和鸡奶同学做朋友，而鸡奶同学则是淡淡的说道可以。搞半天原来是迷上鸡奶同学了。因为一时冲动对鸡奶同学说了这样的话，二公同学变得不好意思了起来。结果一抬起头就发现了鸡奶同学走到了他的身边。等等，骗人的吧？鸡奶同学居然会找我说话，这不会是在做梦吧？关于那个我也想和二公同学做朋友。看着宛如天使降临一般的鸡奶同学，二公同学都被吓出了原稿，这果然是梦吗？不过之后他们还是交换了联系方式，只是因为对鸡奶同学说了一句喜欢他的温柔，结果他就因此暗恋了我好几年。在听了我和好兄弟的交谈之后，他逐渐变成了我喜欢的样子。因为班上的一次换座，鸡奶同学坐到了我的身后，结果他就这样一直盯着我看，总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盯着看了，不停摇头晃脑看着我的鸡奶同学，仿佛眼前有着什么滤镜一样。这时的我突然回过头来，打算问鸡奶同学一个问题，鸡奶这个，没想到鸡奶同学居然看得入迷了，整个身体都前倾了，而我们就这样青涩的对视着。鸡奶同学那可爱的脸颊上染上了一抹红晕，我害羞的别过脸去将问题递给了他，他也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之后的某一天里，鸡奶同学坐在公交车站看着书，鸡奶可以让我坐在这里吗？看了我一眼的鸡奶同学用书挡住了自己的脸，小声的说道可以。我们就这样静静坐在公交车站，一阵清蓝吹过。鸡奶现在也是准备回家吗？刚才去过图书馆看书，你看起来非常喜欢读书呢。在说完这些之后，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搭话了。那个我想让鸡奶同学推荐我一本书，没想到话还没有说完，鸡奶同学就抱住了我的脸靠了过来，沾到了。原来鸡奶同学拿下了我头发上的一朵花瓣。
不好意思。结果金乃同学和我都瞬间脸红了。到了第二天的时候，金乃同学打开了书本，没想到他居然把那个花瓣手制成了书签，然后一副不动声色成功的表情。在今天放学之后，金乃同学突然发现我在教室里的书桌上睡着了，在思考了一会儿之后，他走了过来，就这样坐在前桌看着我，而我也发出了熟睡的呼呼声。在我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之后，金乃同学好像听到我喊他的名字了，而正是因为这个，他被吓得心脏狂跳，站起来做出了奇怪动作的他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他的书也是因此掉了下来。之后我猛然惊醒，发现教室里空无一人，发现地上有一本空想科学读本，这应该是金乃同学的书吧，我这样想着。而金乃同学一副怯生生的样子离开了。在公交车上，我拿起了这本书看了一下。与此同时，金乃同学在回去的路上回想着刚才的事情，偶然间看到了一个孩子的气球挂在了树上，在帮那个孩子拿下了气球之后，金乃同学却什么都没有说。在他们感激的道谢之后，金乃同学正准备起身，却听到我喊他的名字：金乃，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还好吗？不等他说话，我就将口袋的创口贴贴了上去。是因为那个气球吗？结果金乃同学害羞的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和小学的时候一模一样呢。那个时候也是金乃同学帮助了那个小孩子呢。之前我也是把我的创口贴给了金乃同学，金乃还真是温柔呢。我喜欢的类型就是金乃同学这样温柔的哦。回想起了当时的自己，金乃同学做出了同样的动作，他再一次心动了。那件事我还以为你早就忘记了，时间过得还真是快啊。不过公园还是老样子呢。本来还想着金乃同学为什么会往回走，突然想起来自己的包里有一本书，我就拿给了金乃同学。这本书是金乃同学的吗？我在教室里看到了，想着给你送回去呢。这时的金乃同学突然回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没想到会是金乃同学掉的呢，真是麻烦你了。金乃同学突然向我道起谢来，坐在秋千上，突然闻到了一股好闻的香气，应该是晚餐里咖喱的味道吧。说完这句话之后，我的肚子不合时宜的叫了起来。那个书已经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这时的金乃同学低下了头，鼓起了勇气对我说道：那个，我想表达一下谢意，所以可以来我家吗？完全没有想到金乃同学居然会邀请我，他一定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吧，所以我就答应了他。完全没有想到那个一直暗恋我的女生居然会主动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来到金乃同学的家里之后，发现他的妹妹还有父亲都在家里，发现金乃同学居然带了一个男生回来，他们两个的眼神都变了。因为金乃同学家里是开咖啡厅的，所以他拿来了菜单让我尽管点。金乃这套衣服感觉穿着真合适呢。金乃同学在听了我的赞美之后先是一愣，然后遮住了自己的脸，害羞了起来。那个不是那样的，我是想要一份咖喱。在说完这句话之后，金乃同学一度小跑去了厨房，接着妹妹还有老父亲商量了起来，难道他是姐姐的男朋友吗？在听了这句话之后，老父亲的眼镜都碎了一地。说起来，我好久没有来到金乃家里的咖啡厅了呢，而且这里有好多书啊，之前金乃也是在这里看过呢。正在收拾桌子的金乃同学偷偷瞥了我一眼，而此时他的父亲突然坐了过来：你啊，是3好和信对吧？上小学的时候还来过这里呢，这么久远了您还能认出我来，还以为您早就把我忘记了呢。可惜的是，我还真就把你忘了，可是我家的阅见老是说一些你的话题呢。金乃同学经常提起我吗？他在剪短发之后，你有说过漂亮或者合适之类的吧？体育课上他受伤之后，也是你送他去医务室的吧？这样说吧，10句话里全部都和你有关哦。金乃同学一脸不好意思的来到了我们的身后，在用小圈圈赶走泄露自己秘密的父亲之后，他的妹妹安慰自己的父亲说道：我也找个时间把我的男朋友带到家里来做客吧。老父亲瞬间觉得天都塌了，平常时我们的那些事情，金乃同学都有记得啊。之后金乃同学将咖喱饭端了上来，而他就这样一脸认真的看着我吃下了第一口。哇，这个味道真是太棒了。而此时的金乃同学却变得扭捏了起来。在我抬起头看向金乃同学时，他却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好不容易从嘴里憋出来一句请慢慢享受之后，他就马上逃开了。之后他询问二宫同学如何要别人的联系方式，只需要鼓起勇气上去就 OK 啦。得到了这样的回复之后，金乃同学下定了决心，今天谢谢你的款待，咖喱饭很好吃哦。我才是要谢谢你呢，结果话到了嘴边却完全说不出口。明天见哦。好的，明天见。回去之后的金乃同学有一点小不开心，这时他的父亲问他：是他帮你用创口贴处理了伤口吧？约见是喜欢他的吧？这时的金乃同学嗯了一声，这一天还是到来了吗？爸爸会支持你这份感情的。第二天在公交车上时，我坐在那里睡着了，而这时的金乃同学看见了我，3好君的睡颜好可爱。到了下一站之后，我旁边的座位空了出来，金乃同学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在左右看过之后，金乃同学一直盯着那个座位，再用书本半遮住自己的脸，偷偷看着我的睡颜。金乃同学终于下定决心坐到我的旁边，而此时却被其他人抢先了。金乃同学一脸无语。这时的我突然惊醒，发现有一位老爷爷走了过来，我立刻让出了自己的座位。这时我注意到了沮丧的金乃同学，才刚打完招呼，车就到站了。结果金乃同学一个没有站稳，直接扑到了我的怀里。他一脸不好意思的抬起头看着我，你还好吗？
金乃同学迅速的起身说自己还好。回想着刚才的事情，金乃同学露出了一副可爱的表情。在体育课上时，金乃同学发现我被冻得瑟瑟发抖，然后他把自己的暖宝宝拿了出来，打算给我用。金乃，谢谢你啦。之后我把这个捧在了脸上，一阵温暖传递了过来。此时的金乃却完全脸红了，但是仔细一想，金乃同学好像是从自己的怀里拿出来的吧？这么一想的话，我好像是在金乃的怀里啊，一种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